太子妃明日大婚，今夜先与太子彩排合礼。殿下，太子妃到！快掀盖头！这他妈就是我的王妃！殿下，请上前牵手。牵手？夫妻对礼，先牵红绸，再执手相望。还执手相望，执行死刑还差不多。容嬷嬷，我肚子疼，我忍不了了。搞错了！这是来宫里唱戏的戏婆，不是太子妃。殿下，拦住殿下！别追我！这婚谁爱结谁结。殿下，您快回宫吧！殿下，您快出来吧！再见了。我生来就像干大事的，屁！你干大事前，先把欠我的3分钱还我。嘿，等我哪天飞黄腾达，第一个先把你把我怎么着？把你3分钱还你。哎，哪来的好料子？我跟你说，就我这长相，放戏班子上最少也是个太子。那边有人！太子殿下，干啥？戏班子的，重情平身。殿下经借酒浇愁，果然还是不愿大婚。快回宫，莫让皇上担心。我兄弟真进戏班子了？这给我干哪儿来了？请太子殿下更衣。我昨晚真是喝到天上来了。殿下，该洗漱了。你跟我说话？自然是您。脸没变啊！我这把我卖了都消费不起啊！殿下，请静敏。不是，等会儿我先问问啊，你们这地儿最低消费怎么算啊？能赊账不？还带看场子的。见过太子殿下。完了，这啥情况？想赖账也跑不掉啊！您终于醒了，你谁啊？在下小豆子，是您近身伺候的。近身伺候？戏班子还有这待遇呢？殿下，您昨夜摔着脑袋了。我问你，说真话会不会死？那得看真到什么程度。如果我说我不是你家太子呢？啊，殿下您别开玩笑，我真不是。不能说，殿下您疯了！完了！昨天太子夜逃，今天太子换人，我这是伺候主子还是伺候索命鬼啊？你先别哭，我问你，冒充太子一般怎么办？欺君、抄家、砍头。那要是我现在坦白呢？那就是立刻砍。那不坦白呢？也许能晚点砍。你这人脑子挺清楚，小的求生欲强。这些都是给太子的。是，也就是给我的。在你砍头前，暂时是。这比俺们村大学士的都好。殿下，注意仪态。我都快没命了，还仪什么态？这样，我先演一天。啊！先把今天糊弄过去，明天再想怎么不被砍。您这计划好敷衍。我这人活到现在，全靠敷衍。还好，身份信物尚在。好饿，先找点吃的，再设法回宫。这鞋不能要了。小豆子，给我拿双鞋来。
要亡故。沈小姐到。这太子艳福不浅啊！这是未来太子妃，您别乱看。臣女见过太子殿下。啊，免那个礼。殿下今日胃口倒好。那个人逢喜事精神爽。可臣女记得，殿下从前最不喜甜食。那是以前，人嘛，总得成长。臣女昨夜梦见幼时春宴，那年殿下失足若水，臣女递过您一方帕子。帕子？不知殿下还记得上面绣的是什么？一只狗？臣女绣的是兰花。我就说那绣娘手艺不好，兰花绣的跟狗似的。这都能圆回来？皇上口谕，太子殿下即刻上朝。上朝？上朝？殿下如今真是可爱的很。你这话听着不像夸人。殿下被皇上召见，臣女先行告退。谁召见？皇上，就是太子的爹。对，不行啊，他儿子不好演啊，我能装晕不？不行，宫里有太医，一针给你扎醒。那我装死行不？那更不行，那样咱哥俩就得真死了。那我就先演一天他儿子。殿下只要记住一件事。什么？少说。那要是非说不可呢？就说废话。这个我拿手。我紧张，我现在装晕行不行？不行。哎呀，来都来了，加油，你可以的。我真不行啊！太子到。太子，南郡现灾，众卿争执不下，你来说。少说少错，点头就行，就这个。太子殿下既监听多时，想必胸有成竹。我有个锤子。说话。臣以为当增税征粮，荒谬，应减税赈民。若减税，国库空虚；若增税，民心必乱。你们这是在救灾，还是在比谁嗓门大？你们这是在救灾，还是在比谁嗓门大？完了，要么封神，要么封官。继续说。这咋还没完了？百姓都饿了，你们还在这儿争谁先吃亏？照我说，谁让百姓饿肚子，谁先别吃饭。先查粮仓，查账本，查该发下去的粮到底去哪儿了。百姓都快饿没了，你们还在这儿加税减税加税减税，跟菜市场砍价似的。先查明白了再说征不征减不减不就完了？太子殿下此言倒是直接。能不直接吗？人都快饿死了，总不能先教他们背大道理吧？我的个乖乖，这哥们儿有两下子。传旨，先查南郡仓账和赈粮流向，再议赋税。臣等遵旨。啊！我就随口说说，这皇上可真听劝。皇上圣明，太子殿下今日之言，倒令老臣刮目相看。你少刮，眼皮刮松垮了显老。完了，这回真完了。殿下说笑了。我的意思是，相爷夸得真好，人嘛，总得成长。是啊，殿下近来成长得很快。这老头看我的眼神不像好人呢。你方才那句“谁让百姓饿肚子，谁先别吃饭”，是谁教你的？饿肚子教的。你今日倒像个储君了。像个储君，听着比像个人还吓人。刚出锅的包子，老板，我买包子1文钱一个。此玉佩价值连城。拿块破石头跟我装富贵，滚！
偷包子了！大家快抓住他呀！我不是偷，我是暂借。你借个屁！这民间的路为何这么长？前面的疯子，杀！你找死啊！他偷我包子！我奶，你奶奶个腿！钱我赔，人我领走。姑娘，你认识他？不认识，但看着不像有钱的，撞坏了我东西也赔不上。怎可如此轻辱于我？你都偷包子了，还剩什么可辱的？吃。这馒头昨日做的，前天。这能吃？有的吃不错了，你还挑？你叫什么？李谦。做什么的？以前当太子。哎呦呦，草民参见太子。病得不轻。你是不知道啊，今天白天皇帝差点没吓死我。这咋办，殿下？要不您装失忆？没装过，装的不像怎么办？太子殿下，皇上有旨，今夜召您御书房，父子叙话。我就演一天就一天，这皇帝爹咋就这么爱和我说话？小豆子，你说我现在认皇上当个干爹能行不？殿下，你得说服自己，里面那个就是你亲爹。殿下请。跪下。昨夜为何又逃？儿臣想透口气。透到宫墙外去了？风大，给吹出去了。你近日话多了，可能憋久了，也聪明了，兴许被吓痛了。过几日大婚，你怕什么？怕，担不起。朕也曾怕过，怕着江山，怕着人心，怕当不好夫，做不好父。可怕归怕，还是得做上去。您还挺实在。放肆！儿臣失言。你若真能长进，朕倒宁愿你多放肆几分。恭喜殿下又活着出来了。不光活着，我还差点被这爹聊出感情。这话小的不会接啊。你轻点儿，那是玉。我还不知道这是玉，那是好玉。假货！你胡说，这是御赐。哼，还御赐？你要真有御赐，能混成这副德行？小二，给这位御赐的爷轰出去！御赐的爷，请吧，别挡着做生意。哟，御赐的也不行啊！你除了会说点这有的没的，还会什么？我会读书。书能当饭吃？以前能。你这种人，我真是头回见。哪种？都快饿死了，还嘴硬。你要真想活出个样来，就别老把以前挂嘴上。可我本来什么？本来是位爷，本来有人伺候，本来吃的不是这玩意儿。那是本来，现在你归我这后院管。听我三舅老爷说，宫里的太子今天像变了个人，可不是嘛？我也听说了，今天上朝一句话就把大臣都镇住了。对对对，还说什么谁让百姓饿肚子，谁先别吃饭，说的像模像样。你说谁？我说太子啊！你激动个什么劲儿？就是。怎么？那本来该是我的话。我今天算是明白了。明白什么？当太子比讨债难，讨债顶多挨打，当太子动不动掉头。可不是，我就演一天，这给我吓的啊，裤子都掉了，快给我拿个裤子来。你说皇帝那人平时看着像随时能砍人，结果一开口还怪像个爹。殿下，皇上本来就是爹。我说的是那种正常的爹。那是因为他以为您是亲儿子。
你别提醒我，我刚有点良心，又被你吓没了。不好了！谁不好了？我吗？明日礼仪重练，沈小姐亲自来看。她到底是要嫁我还是要审我？小的觉得两样都想。演太子是真累啊。太子行礼，步子要稳，像松，不能像猴。我已经很稳了，再稳就长地上了。别敲，再敲我就给你表演一个太子原地去世。殿下慎言。那啥，平身平身，本宫的意思是，礼法虽重，也当有人情味儿。殿下如今倒会说话了。过日子嘛，不都得靠点互相体谅？这话不像殿下从前会说的。那说明我现在进步了。是进步，还是换了个人？沈姑娘真会开玩笑。沈姑娘，从前的太子都叫我小昭姐，见了我连眼都不敢多抬。如今倒好，嘴能说，饭能吃，点心还会往袖子里藏。那说明我现在更会过日子了，是吗？殿下如今果然很接地气。小昭姐，我要说这是本宫体察民情，你信吗？我信，我信殿下最近病得不轻。唉，这姑娘眼神太毒了，再让她盯2天，我祖坟埋哪儿她都能看出来。拿刀！我不拿，抹案子。我不会。那你会什么？背大雪。大雪能砍肉吗？不能。那你就是废物。怎么不服？有一点儿。听说太子最近变厉害了，上朝一句话就把大臣镇住了。你说宫里的太子怎么了？还听说未来太子妃都对他刮目相看。太子妃？不可能！怎么不可能？全京城都在传。那是我的位置，我的名声。你又犯病了。宫里那个是假的。哦，你不信？我现在信一半。真的？我信宫里那个太子是假的，但我也不太信你是真的。殿下，您如今最大的问题是气质。我这气质怎么了？太像街头混混，不像皇家贵胄。我本来就是混混。您现在是太子，来练习高贵走路。不对，高贵不是贵贵碎碎。已经很贵了，再贵我怕赔不起。殿下在学什么？学怎么像个人？殿下从前可不是这么说的。从前的我不懂事。是啊，从前的殿下连看我一眼都紧张，如今倒能同我说笑了。那说明我胆子大了。也可能是你根本不是从前那个会紧张的人。沈姑娘总盯着我，是怕嫁错人？是怕宫里多了个不该有的人。我当太子时，人人都说我无能，如今换了个人顶着我的脸，倒样样都好。别酸了，你要真想抢回来，就先学会别饿死。你这窝囊样给谁看呢？有点志气行不行？别跟我这儿蹭吃蹭喝的，你去对面贵宾楼跑堂去。快点，快点！你会不会干活？我以前真不用干这个。那你现在用干这个，赶紧去后厨，还好几个菜没上呢。赶紧的，快去！殿下，不好了，皇上命令明日亲自整顿东宫账房。账房？那不就是看钱？这活儿我熟啊！殿下，东宫账目一向清白。清白不清白，别光靠嘴说，拿账本。殿下，您看明白了？一个字没明白。那您什么？得像明白了，他们自己就会慌。我这个人呢，最讨厌2种人。第一种，偷我钱的人，小的不敢；第二种，偷了我钱还跟我装可怜的人。这样吧，我给你们一个机会，今晚之前谁拿了不该拿的，自己补回去，我就当他手滑。明天还对不上账，我可就不客气了。
殿下，您真神了，他们果然有人偷偷回来补账。抓！殿下饶命！小的只是按旧例分润。旧例？谁定的旧例？你祖宗定的。以后东宫月例，谁敢少1文，我就让谁掉一层皮。殿下，您怎么这么会？我们这种人，谁的头钱一眼就能认出来。这绝对不是他，但是比他更有趣。殿下，皇上听说您整顿账房有功，明日要您当众写字，夸您文武兼备。殿下，您干啥去？干啥？这太子我不演了，我得走，演不下去了。殿下，您不能走啊！您走了，我们都得砍头，皇上也得派兵抓你啊！可这写字我不专业啊！要不我还是去死吧。殿下，这已经不是鸡爪子刨地了，那像什么？像鸡爪子被人打断了还在刨。闭嘴！这太子字真有那么好？极好。那我是不是就差这一手字就得掉脑袋？您现在差的可不止一手字。殿下这字已经不像从前了。人嘛，总会成长。连字都能从风雅小楷成长为狗啃树皮，这比喻真准。到底是谁？我再问你一遍，你他妈到底是谁？行，我摊牌。殿下，我不是你家太子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我不是，我叫刘阿满，街口混的，喝多了被你们侍卫捡回来。我一睁眼，满屋人喊我太子，我敢说真话吗？我说一句我不是，脑袋都得搬街。来人！别喊！沈小姐饶命啊！你占的是储君之位，我也不想占呀。我前几天还在担心怎么还酒房的钱，结果一睁眼就成太子了，我都吓死了。来！你先别叫，你要真叫了，我今天就得死。我求你了，先别送我去砍头，你先听我解释。你们先退下。是。沈小姐，您看他虽然是假的，可这几天也没少干活。闭嘴！你给我松手！你先答应不叫人。你敢跟我谈条件？我在求你饶命啊！行，你说说，我为什么要饶你的命？这皇宫邪门，真正的太子能被养成那德行，未必只是他自己没用。你接着说。我就是觉得这宫里人人都盼着太子像个废物，只有你看着不像。你倒不蠢。我这人别的不行，保命的时候脑子转得快。还有呢，光这点可不够保你的命。我知道我有罪，可我进宫这2天至少没害过人，我也没拿这身份祸害谁。你要是现在非要把我推出去，我认了。行，我现在喊人抓你。你现在把我推出去，最高兴的不是皇上，是裴炎。你连裴炎都看出来了。他看我的眼神跟酒厨老板防着我偷酒时一模一样。你现在倒比以前那个太子更像活人。这算夸我？不算。真太子呢？我要知道他在哪儿，我立马把他捆回来。为何？因为再演下去，我迟早露馅儿。起来吧，你这条命暂时还有点用。写的啥？你的命。我命怎么长这样？从今天起，字写的不像，就说心性变了，人也一样。你这是不告发我了？暂时不。沈姑娘，你真是活菩萨。少高兴，我不揭发你不是为了救你。那是为啥？我怀疑宫中有人在故意操控太子，把他养成众人眼中的废物，好方便拿捏。你要我帮你查？你现在坐在这个位置上，能听见很多我听不见的话，能看见很多他们不防备的事。那我查完呢？查完再谈你怎么活，那就从现在开始记清楚，你不是一个人在演了。记住，在别人面前，你还是太子；在你面前呢？在我面前，你最好少说废话。小豆子，我刚刚是不是又从鬼门关混过去了？殿下，您这不是混过去，您这是赖在鬼门关不走了。小豆子在，他写的是自刑还是自尽？小的瞧着
都差不多。从今天起，我听他的。您刚答应的挺响，我那是为了活。殿下，准备准备吧，一会儿就该上朝去了。太子近日颇有长进，今日便当众题字一幅。太子殿下从前小改极好，老臣今日也想再开开眼。开你个头！这字倒真是别开生面。儿臣近日自省良多，心境已非从前，旧字旧气，新字新骨。字虽未工，气倒比从前硬了些。太子新风骨，实属难得。原来宫里最厉害的本事不是会写字，是会硬夸。你真要报官？自然，既然无人信我，那就让官府主持公道。你最好是真有公道，不然你是去送菜。我乃太子，何惧曲县县衙？何人鸣冤？我有天大的冤情。说吧，何冤？有人冒充储君，混入宫中，如今真正的太子流落民间，国本将乱，社稷危矣。你说谁？我说宫里那个太子是假的。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当然知道，因为我才是真的。大胆刁民，竟敢编排东宫营舍储君！你是嫌脑袋长得太稳了？明明我是太子李谦，东宫西偏殿第3个暗匣里有我右石寓所，御书房北墙后有。闭嘴！来人，把这疯子给我压下去！你敢？我不光敢，我还敢关你3天，醒醒脑子！大人恕罪，这是我表哥。谁是你表？他前阵子让驴剃了头，从那以后见谁都说自己是太子。哦，不信你问，前天他还说自己是玉皇大帝。我没说过。闭嘴！原来是个疯的，我没疯，疯子都这么说。轰出去！以后少来本官门前挑骨。你方才为何拦我？我不拦你，你现在已经在牢里被太子惊了。可那是真相，真相得有人信才叫真相，没人信那叫发疯。你现在最值钱的不是身份，是命，明白吗？可那本来就是我的位置。行行行，你得先活着才能去抢位置。哎呦，太子殿下下凡了。你能不能别这么叫我？你不是总爱这么叫自己？现在听着讽刺。你不是会读书吗？楼上那桌文人又闹起来了，你去劝劝。我劝？对，就你那张会掉书袋的嘴，快去！此句应是山高月小。胡说，分明是月小山高。都错。你说什么？原句不在此。你懂？比你懂一点。那你说原句是什么？是山高月小，水落石出，前后相承，拆开争，只显得你们两个都读得半调子。你还知道出处？自然。若连出处都不知，争什么争？争着丢人吗？这位兄台有点东西。不止有点，嘴还挺利索。哎呦，这穷小子好像能卖钱。你站那儿做什么？把刚才那句再给我念一遍。我堂堂。工钱加2文。也不是不能念。山高月小，水落石出，这等句子讲的是眼前之景，也是胸中之境。只背半句，像只吃半张饼，难免噎着。妙啊，这比刚才那俩强多了。好，从今天起，你白天跑堂，空了上楼陪客人说诗。我不是卖艺的，工钱加3文。那也不是不行，就这么定了。还不谢谢掌柜赏饭？多谢掌柜。怎么，嫌少？不是，只是第一次知道，原来我这张嘴真能换饭吃。你总算有点用了。你夸人就不能好听些？不能，但你今天勉强像个人了。殿下，您刚才听见没？娘啊！唉，今天总算能睡个。殿下，那声音不像风。娘啊！殿下，您怎么你行你上？你出来呀！傻子才出来，你过来啊！
成了，真成了！来人啊！有刺客！护驾！殿下鹦鹉竟以退为进，诱敌深入。啊！殿下故意示弱，趁其备不备，一招制敌，实在高明。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。谁派你来的？死了！这宫里的人怎么动不动就不活了？有人敢行刺楚军，查！给朕查到底！殿下今夜临危不乱，着实令人欣慰。我乱没乱，你看不出来？殿下说笑了。太子今日屡有长进，自明日起入正事堂旁听朝议。哟，儿臣领旨。你昨天真的只是误打误撞？我要说我当时在床底找鞋，你信吗？不信？那你就当我深藏不露吧。不管怎样，你昨晚救了自己。也可能是老天还没看过我笑话。听说太子昨夜遇刺，还一招放倒刺客。是啊，我也听说来着，太子太厉害了。放倒刺客？怎么？你觉得不像你？确实不像。我得回去。此符一贴，财运亨通，官灾退散。真有这么灵？老夫行走江湖30载，从不虚言。这分明是骗人。你怎么看出来的？他方才说官灾退散，却把官字写错了。你就因为这个？一个连字都写不对的高人，高不到哪儿去。慢着，哪来的穷书生也敢拆老夫的台？你这符要真能避官灾，怎么做法用的是丧衣旧符？你胡说！我胡说，这只是旧的，朱砂掺了泥。你方才说太岁在东，现在又说在西，到底是天机变得快，还是你嘴太快？哎，还真是！这先生刚才还说我命带桃花，我媳妇就在旁边呢。我说怎么越算越像骂我？还给我！敢骗到我的地界来！放开我！若真要报官，我可替诸位写状纸。跑了！李公子，今日多亏你。是啊，这回帮大忙了。行啊，废物，脑子还是有点用。我本就不是废物，以前像，我只是看不过去。看不过去就出手，这才像个人。你哪来的钱？这几日靠本事挣的。哟，太子殿下会做人了。别叫我太子。行，那叫你李谦。笑什么？没什么，就是觉得这名字听着顺耳。少得意，叫你名字不代表你明天不用干活。好。听说宫里的太子最近也厉害得很，可不是，像换了个人似的。我总会回去的。大人，去民间找，近来若有与太子容貌相似之人，立刻带来，宁可抓错，不可放过。大人，这是为何？不该问的别问。是，小的多嘴了。去办事吧，多找些信得过的人手。大人放心，小的告退。看你怎么逃出我的掌心。殿下，今日北陵使臣入宴，千万别胡来。我哪回胡来不是被逼的？这回千万不能逼出国事。你放心，我最擅长跟不讲理的人打交道。小的怕的就是这个。听闻南景太子近日脱胎换骨，文治武功俱佳，我北陵素重豪气，不如请太子殿下先饮3杯，以示两国之好。这玩意儿一碗下去，我得去见太奶。别逞强，3杯算什么？计较豪气，按你们北陵规矩，喝酒只喝闷头酒，不痛快。咱们来点热闹的。什么意思？拼酒，猜拳行令，输的人喝。这也行？怎么不会？那你先喝，边喝边学。来，一只螃蟹8条腿。什么？不会？那你先喝。再来，5魁首啊，666。
剪刀石头布。你这不算文斗，你刚才也没说非得文斗啊！来我们南景做客，不会连个酒令都学不会吧？你把宫宴变成酒肆，也算头一份了。那我是不是给皇下长脸了？长不长脸不好说，至少把北陵使臣喝短路了。我就说跟这种人别讲道理，讲酒量。你就不怕失了体统？体统能让他闭嘴吗？不能。那不就得了？哎，接的挺准。殿下自重。我都快站不住了，还怎么重？沈姑娘，今天我是不是没给你丢人？丢了，但也赢了。行，我今天这酒没白喝。相爷，不过是一场酒局，何至如此？你真以为我在意的是一场酒局？那您从前的太子见了外事都恨不得躲在屏风后头，如今这个粗鄙是粗鄙，却敢顶敢扛，临场生变也应对自如，变得太快了。会不会真是受了刺激，性情大变？一个人会长胆子，不会连骨头都换了。去查，前阵子自称是太子去报官那个人，若只是疯子也就罢了，若不是，先把人给我带来，别让宫里知道。小豆子，你瞧见没？那北陵使臣最后看我那眼神，跟看祖宗似的。小的瞧见了，像看风祖宗。管他呢，反正赢了。小豆子，小的在。你说，真正的太子要是知道我拿着他的脸喝翻了外事，他会不会气死？殿下，你小声点儿。我就是随口一说。说真的，我越来越觉得这位子烫屁股，坐久了像不是我的也要做成我的了。那你想下来吗？想啊，可我一下来，脑袋可能就没了。这是面钱，这是炭钱，这是还你的馒头钱。哟，太子殿下如今都学会算细账了。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你以前也这么讲理？以前很多事不用我自己管。相府要找的人，听说就在这附近。长得和太子一模一样，这事听着都邪乎。他们在找我，找不着你不知道，但肯定不是什么好事。或许是宫里来接我。你清醒点，真来接你，能是这种鬼鬼祟祟的样子？哎，没见过，去前头问问吧。不好了！又怎么了？北陵使臣酒醒了？裴炎派人在民间，正在找一个和你长得一模一样的人。正主真被盯上了，还真一模一样。现在只剩2个可能，要么他先被裴炎抓到，然后呢？你死。我也得死啊！你倒接得挺快。要么我们先找到他，找到之后呢？那就看他是先要回自己的位置，还是先保住自己的命。听着都像我欠他一条命。你本来就欠。沈姑娘，还有事儿？你若真找到那位真正的太子，会立刻揭发我吗？按理该揭发。按理？可你这些日子做的事也是真的。那我能不能理解成你多少有一点舍不得我死？嗯。殿下，您这时候还有心思想这个？越快死的时候，越得想点甜的，不然多亏。听说太子最近会断案，会查账，还能喝酒，这才像储君嘛！你以前不是说太子无能？以前是以前，现在是现在，人还不许进步了。那你怎么知道他不是换了个人？你这话说的，换个人还能长一模一样？你现在是不是特别想把脸撕下来给他们看看？我想把那冒牌货拎出来。他用的是我的身份，我的名字，我的父皇，我的未婚妻。停！你前面说身份名字我都懂，未婚妻你急什么？
我不是急，我是酸。我没有。你有，你脸上就写着我媳妇儿要被人抢了。他本来就是。你们又没成亲，那也是婚约。哦，你急了。此事当从长计议，孤自有分寸。众卿所言皆有理。你们皇家是不是就靠这些废话活着？这叫留余地。我们街头不留余地，留余地容易挨打。殿下现在不是街头，你们这婚约到底烦不烦？我一见你就得想自己是不是要娶你，压力很大呀。殿下若真这么痛苦，不如自请退婚。那不行。为何？你这么聪明，我退了，不就便宜别人了？我的意思是，国家损失。殿下这嘴最好少乱跑。我一定要进去，亲眼见见他。3日后城防轮换，是最容易混进宫的时候。谁？真正的太子。这一次，我一定见到你。若我真回宫了，你怎么办？我能怎么办？继续卖肉。那你会舍不得我吗？不会。答得这么快？慢一点，怕你误会。再说了，你现在连自己都顾不好，还操心我。我总会顾好的。那等你顾好再说。皇上口谕，3日后太子微服出巡，体察民情。出宫，这回终于能尝口人气了。这件太贵气，这件太像地主，这件太像逃犯。殿下，您本来就是冒牌太子，怎么穿都像在逃。你懂什么？出宫最重要的是气质，得像个正常百姓。你本来就是。你这话听着像骂人。我是在提醒你，真正难的是别演过头。我回民间还能不会装？那是我老家。可你现在顶着太子的脸，你要记住3件事：第一，不要看见路边摊就扑；第二，不要和小贩讨价还价；第三，不要说我以前就这样；第三，不要见人就称兄道弟。这也太难了。殿下，要不您还是别去了。皇帝让去，我不去，不是更像心虚？所以你更要稳住。着了！着了！你高兴的像考上状元。这比考状元难多了。你给我住手！虽然难喝，但这是我自己煮的。是啊，差点把我家厨房一起煮了。太子微服出巡前，把民间那个撞脸的给我找出来。这人若出现，立刻报相府，赏银10两。10两？人长什么样啊？别看了，走。可他们……走！站住！我堂堂！你再堂堂一句，我把你扔这儿！别喘那么大声，我控制不住。谁踩我鸡？你们谁呀？跑我家来干啥？赶紧出去！你受伤了，小口子，死不了。都怪我。怪你什么？怪你长得像太子？怪我没本事，害你也跟着逃。你少来这套！我救你是怕你死了没人还我钱。我欠你很多吗？命都欠了，你说呢？我来。你会？不会，但我可以学。你现在倒真有点不像以前那个废物样。多谢夸奖，虽然听着还是很难受。阿满，如果那天
你见到真正的太子，你打算怎么办？若那天见到冒牌货，我一定亲自问个清楚。什么声音？把钱拿来！你干嘛？不能总躲。住手！又来个送菜的，到底谁是菜还不一定吧。小姑娘家的，舞刀弄棍的像什么像？不如跟小爷我回府。哎呦！哎，奶奶也别打了，我知错了。我可没这么不懂事的孙子，滚！还不快滚！谢谢哥哥姐姐。感谢恩公，这是我爹早上给我的，我拿给恩公吃吧。怎么？第一次有人不把我当废物。多亏殿下查账，奴婢们这个月总算领全了炭。殿下还让厨房多熬了热汤。顺手的事儿。你们宫里的人太把简单事搞复杂。皇家哪有简单事？那是你们想太多，饿了就吃，冷了加炭，受欺负就管，哪有那么多弯弯绕？你知道吗？我从小见过太多人，他们嘴上都说天下百姓仁德，可其实谁也看不见脚边的人。那是他们没穷过。你很会看人。我不会看人，我只会看谁像会抢我饭的人。你笑起来还挺好看。殿下如今夸人，倒比以前自然。以前那个太子不会夸？不会，他见了我，连话都说不利索。那他挺没福气。我都多久没闻过这股烟火气了？殿下，您其实也没进宫多久，可我感觉像坐了3辈子牢。少贫，记住别乱跑。我就看看。你真想好了，见到他怎么办？先看看，再说。我听着像要出事。你是来体察民情，不是来扫摊儿。体察民情也得从吃开始，百姓吃什么我就吃什么，这叫深入群众。殿下这词儿听着倒挺像回事儿。不好意思啊。刚才那人有点熟。怎么？你现在看谁都熟吧？等等。怎么？我总觉得刚才好像有谁在看我。哥哥，猜不着不准走。哎，我是路过的有钱哥哥。殿下，低调。我的印。这印章倒精致，那是我的。你叫他，他答应吗？废什么话，嘴！把印还我！你先证明是你的。这巷子怎么这么吵？灯市嘛，什么人都有。这是东宫私印。所以，我终于有证据了。我的私印呢？什么？东宫私印不见了？你确定丢在灯市？10有8九。完了，那东西若落到别人手里，能捅破天。今天撞我的那个人，不会就是？床底下找了没？找了，只有您上回藏的半块糕。袖带呢？翻了，翻出一把瓜子壳。我印呢？我那么大一个私印呢？别嚎了，现在最重要的不是找，
是想那印若落到别人手里，会出什么事？还能什么事儿？能把我头摘了当球踢？还有小的呢，2球。若落到裴炎手里，他能借此做出10种文章；若落到真正的太子手里，那他就什么都不用说了，光拿印都能拍死我。这玩意儿真这么厉害？这是东宫私印，除我之外，只有贴身进士和宫中少数人能碰。也就是说，宫里那个假的丢东西丢到你手里了？看样子是。那不是好事，你不是一直缺证据吗？是好事，也是坏事。这说明今晚撞到我那个人就是他。你现在打算怎么办？拿着印去报官？上次差点被关牢里，你忘了？那倒也是。私印丢失，绝不能外传。可若皇上要用印怎么办？那我就说印在休假。你再胡说，我先让你休命。阿满，你把今天出宫的所有线路线都重说一遍，凡接近过你的人，一个都不能漏。我记人不记路，那你就记吃了什么。这个我行，这个我行。先是糖人儿，后是烤饼，再是炸团子。我是让你顺着摊位回忆，不是让你报菜名。你说，要是真落到他手里呢？谁？真正的太子。那也是物归原主。我知道，可我现在一想到他真站到我面前，我这心里就跟被人拿锅铲翻一样。你怕他？废话，他是正主，我是赝品，我还欠他一整个人生。不好了，皇上昏过去了！完了，我能不能连夜逃跑啊？让！我儿子不是我爹，也不是，我是太子啊！殿下您别越急越乱。皇上是积劳成疾，这才晕厥，眼下需静养，不可再受刺激。那我是不是最近对他刺激有点大？现在不是你自省的时候。国不可一日无主，皇上继续静养，东宫又已有历练，不如由太子暂代监国。监什么？姑是说，监国之责重大，孤愿尽力。殿下，您刚才魂差点吓出来。我现在魂已经飘到宫门口了。太子殿下近日屡有长进，想必群臣也无异议。我不干，这活我干不了。您不干会更快死。我干也会死。未必。你只要记住，监国不是让你什么都会，是让你别当场露馅。这要求听着不高，做起来像上天。从现在起，你要学3件事：看奏折、听人话、变鬼话。最后一个我擅长，那就靠这个保命。听说皇上病倒了，太子要监国。你说什么？你没听说啊？宫里那位太子如今可风光了。你还好吗？父皇病了。你想进宫？我必须进宫。你现在进去，不一定见得到你爹，倒一定能见到阎王。这类折子，先看最后一句，他们真正想要的都在最后。就像讨债的，先哭穷，最后才说借多少。可以这么理解。我现在有点怀念当混混的日子了。晚了，殿下，像模像样。我看着像个去送死的新郎。群臣已在正事堂候着。殿下，稳住，别先说话。我现在连喘气都怕出错。南郡仓帐核查已久，臣请太子尽快批示，延误不可拖。臣以为先一言，边军军饷更急。停！一个一个来。还有，从现在起，谁话最多，我先怀疑谁。刚才跳得最欢的是谁？你？臣在。你用人话说，延误到底怎么回事？别背那些我听不懂的。这盐引变更，牵涉商路，若冒说人话。就是有人赚太多，不想改，这不就结了？军饷短了多少？3成。谁拖的？户部说要等。你等什么？等边军饿瘦了省粮。此事不可只看表象，内中尚有。你又来了，你是不是最怕查仓账？臣绝无。那你慌什么？
来人，把他负责那一块账也单拎出来。殿下如此断人，未免草率。我只是查，又不是砍，相爷急什么？殿下，您刚才那架势，像极了街头讨债头子。本来就差不多，朝堂和街头一样，谁叫的凶，谁心里有鬼。你今天做的不错。怎么样？我今天没给你丢人吧？这就是你给我的交代。待我坐稳监国之位，便废黜皇帝，沈家满门抄斩。这不是我写的，是裴炎陷害我。裴炎为什么要陷害你？你现在是监国，最有动机和他做交易的就是你。从今天起，东宫的事你自己处理吧，我不会再帮你了。完了完了，沈小姐误会您了，这可怎么办啊？别回头，有尾巴。相府的人十有八九。看来我已经暴露了。那你现在知道自己有多值钱了吧？跟我们走一趟吧。别敬酒不吃吃罚酒。你们果然不是来接我回宫的。废话少说，跑！我以前真的不常跑。看出来了，你跑得像刚学会用腿。谁呀？赔钱！先牵着。追！小春，别愣，走！这样下去我们都走不了，我引开他们，你走。你脑子烧了？你这是蛮引谁？至少他们要的是我。你现在倒有点像男人了。这话等活着再夸吧。我在这儿。蠢货！跑啊！你真当自己能独自成英雄？我只是……闭嘴！跳！怎么还不来？平时我一遇到事儿他就出现了。殿下，沈小姐这次是真生气了，要不您去神府找她解释解释？我才不去，又不是我干的，凭什么我去哄她？太子殿下，裴相在内阁提议让沈昭宁的父亲去南郡赈灾。殿下，明眼人都知道是想把沈父支开，趁机对沈家下手。这个老狐狸，我这就去阻止他。殿下，您现在去，沈小姐只会更觉得您和裴炎是一伙的。我不管他怎么想我，我不能让他爹去送死。没想到你水性还挺好的啊！小时候被人推倒狐狸过，后来就好好学习了一下水性。真行，吃一堑长一智啊！对了，燕还在吧？在，总算甩开他们了。他们在那儿，快追！高兴早了，快走！你怎么来了？不是不想再帮我了吗？我都知道了，裴炎故意伪造密信离间我们，就是想趁机对付沈家。谢谢你，今天救了我爹。嗨，多大点事儿，就算你误会我，我也不能看着你家出事啊。以前我以为你只是贪生怕死，现在才发现，你比很多看起来勇敢的人都更有担当。小姐，这些都是陈年旧档，真能查出什么吗？越旧越说明问题。太子5岁凯蒙后，3年内换了4位先生，7岁学骑射，教习突然调例，10岁后身边进士也换过2轮，太巧了。小姐的意思是，凡是稍微能把太子往像个储君方向教的人，最后都不见了。小姐，还有一件事，裴商当年是先帝最器重的御史，30岁时曾冒死弹伐3朝元老贪腐，被打入天牢，差点处死。先帝驾崩前还托孤让他辅佐新帝，那他后来为什么变成了这样？听说当年他的全家都在那场弹劾案里被仇家报复害死了，从那以后他就再也不信什么君臣道义了。原来他不是天生想做权臣，是觉得这江山不值得他再做忠臣了。你是说，原来那位不是天生胆小？人可以软弱，但不会次次都被教成只会退。
有人故意让他怕，让他缩，让他离朝堂越来越远。这也太缺德了！怪不得我一进来就觉得这太子当的像个被套住脖子的鹌鹑。你现在还觉得他只是不争气吗？不觉得了。这哪是养太子，这是养废人。那他这些年挺惨啊。所以他若还活着，回来未必还是从前那个他。那我更不知道怎么见他了。以前我还能骂一句他命好，现在一想，他这命也没多好。殿下，您不会开始心疼正主了吧？闭嘴！我只是有点别扭。忍着点儿。我忍着呢。你这伤比你以前的胆子都重。我以前胆子真有那么差？差。但你现在好点了。只是好点儿。想听真话还是假话？算了，当我没问。太子殿下，裴相请您明日前往相府议事。相府？他终于忍不住要吃我了。这是试探，也是陷阱。那我能不去吗？不能。我以前混街头，最多也就是被债主堵，现在好了，堵我的全是朝廷一品。这是裴炎最爱问的几件旧事，你今晚全背下来。我现在宁愿去挨刀。殿下，若一个时辰没出来，小的就去东宫给您烧纸。你嘴是真欠。太子殿下肯屈尊来相府，老臣受宠若惊。相爷都开口了，我哪敢不来？万一不来，回头外头就传我怕你。殿下说笑了，听闻殿下近日勤政，真是叫老臣欣慰。说来，殿下幼时最爱吃城西枣糕，不知如今可还记得？来了，从前爱吃，不代表现在还。人长大了，口味总会变。也是，那殿下还记得8岁那年在掉入湖中是谁把您救上来的吗？嗨，现在想想，掉湖里就够丢人了，至于是谁，忘了也罢。殿下近来倒很少提从前，提从前有什么用？相爷倒是总惦记姑的从前，怎么，是怕姑不像从前那么好摆弄？殿下这话，老臣不敢当。不敢当最好。姑近来算是看明白了，有些人啊，就盼着太子永远软，永远怕，永远只会点头。太子一旦多说2句人话，他们反倒睡不着了。殿下果真长进，人总得被逼着长。殿下，快扶我一把，我腿在里面装硬，出来真软了。您刚才说那句怕我不好摆弄，小的在外头都听得心脏停了。我那是急中生智，再不顶回去，他都快把我祖坟问出来。怎么样？啊，活着回来了，还顺便噎了他2句。我听说了，你今天很像个太子。你确定是在夸我？确定。不能再等了。你想干嘛？进宫。你这回不像去送死了。我以前总想着见到谁就喊一句我是太子，他们自然该信。可现在我明白了，身份不是嘴上喊来的。总算长脑子了。我本来就有脑子，以前没用对地方。我不求你们信我是谁，我只想打听相府这些年在南军盐务上有没有异常。你问这个做什么？救命！这位李公子近来帮过我们不少，若真有要紧事，我可替你递个信。西郊渠堤要修，可工银不足。工银不足，就先把庆典上那些没用的摆件撤一撤。砖头总比灯笼管用。可往年，别老提往年。往年要是都对，怎么还年年出事？殿下近日行事，真叫老臣刮目相看。相府最近刮目相看的次数有点多，眼睛不累吗？老臣只是好奇，殿下还记得自己究竟是谁吗？相爷这话听着像骂人。老臣是担心殿下变得太快，反倒不像殿下了。不像从前有什么不好？难不成相爷更喜欢姑从前那个样子，胆小好哄好拿捏？殿下多心了。姑倒觉得相爷心挺多。太子变聪明了，
谁最着急，谁心里就最有鬼。相爷若没做亏心事，怕什么？你看我几分像从前？你现在说话做事，确实不像我刚捡回来那个废物少爷了。那像什么？像个能扛点事儿的人。这是你夸我最像样的一次。别得意，还是笨。我托工人打听到了皇城守卫的换班时间。你信得过这消息？信不过也得试。那我跟你去。太危险。你一个人进去更危险。好。这次我要见到他。殿下，您嘴唇都白了。再晚一点白的就是脖子了。那老狐狸今天几乎快把你不是太子写脸上了。那你怎么回的？我就问他，你看我几分像从前？你还真敢。不敢也得敢。我现在算明白了，在裴炎面前怂一下，他就能把你嚼了。你确定路是这边？以前是，现在不一定。你们皇家连走路都这么麻烦？以前我也没自己走过几次。你要找的人住哪儿？东宫。那你可真会挑，全天下最危险的地方。我总觉得今晚要出事。殿下，您哪晚不这么觉得？我喝多了，果然是你。你谁？这话该我问。完了，宫里真闹鬼了！你胆子不小，竟敢冒充姑！我冒充？是你们的人把我抬进来的，我醒来就在你床上。那你为何不立刻说明？我说了，我还能站这儿？你们这宫里说错一句就要命。那你就心安理得顶着我的身份，享我的尊荣。尊荣？你来试试。早膳吃着都怕掉脑袋，上长湖这一句能吓出一身汗，见皇帝还得演父慈子孝，这叫享尊荣。那也是我的人生。是，你说的对，你把我活成了大家口里的好太子，你把我吓成了一个随时要死的假货。两位殿下，不如先别吵，先想想怎么不一起死。小的闭嘴。果然，你早知道他是假的。知道。那你竟帮他瞒到今日。不瞒，东宫早乱，你未必活得到回来。这句倒是真的。到底是谁？阿满，城外混的，没家世没后台，就命硬一点。命倒是够硬，硬到占了我整个人生。不能在这里说，先上屋顶。上屋顶？小的不会飞啊！那你在底下望风。这种大事为什么总是小的望风？现在没人了，你最好给我说清楚。说清楚可以，你先别喊打喊杀。说吧，从你进宫那天开始，一字不漏。好，那晚我喝多了，睡在皇城外，被你们侍卫当成你抬回来了。醒来我就想跑，可宫门口都是刀。我跟小豆子说我不是，他差点先吓死。后来我发现说真话会立刻死，装一天也许还能活。结果这一装就装到了今天。你可以求助父皇。我求个鬼！你从小在宫里长大，当然觉得找皇上说是条路。我这种人，见官都得先想会不会挨板子。你让我见皇帝坦白，那跟洗干净上桌有区别吗？可你知不知道，我在外头差点饿死。我想回宫，没人信。我说自己是太子，人人当我是疯子。我亲耳听他们夸太子如何了不起，夸的却是你。那本来该是我的脸，我的名声，我的人生。我知道，所以我这些天越演越怕，怕你回来，也怕你不回来。什么意思？你回来，我可能死；你不回来，我就得顶着这身皮继续活。活久了，连我自己都快忘了我不是你了。你们两个，一个在宫里装的心惊胆战，一个在民间活得灰头土脸，谁也不比谁好过。至少他睡的是我的床。那你知道你那床半夜来刺客吗？刺客？
对呀，我还钻过床底。你就靠钻床底活成了大家口中的英明太子。有时候是钻床底，有时候是靠嘴硬。你也别觉得我全捡便宜。你爹的眼神，大臣的套，丞相的刀，我全替你挨过一遍了。我原以为你只是个贪生怕死的骗子。我本来就是贪生怕死，但我没想抢到底。你要真回来，反正这位子本来也不是我的。那你为何还不让？你现在就让我下去嚷，我是假太子，试试，不等你坐回去，我脑袋先滚下去了。等等，怎么？你们刚才说话时，我好像听见有人偷听。追，不能让他跑了。糟了，你们的身份恐怕保不住了。小的先说一句，要不咱们现在一起跑路吧，4个人还能凑一桌。跑哪儿？你背我还是我背他？谁要你背？那你别板着脸，弄得像我欠你钱一样。你欠的是人生。都闭嘴！现在不是翻旧账的时候。偷听的人若是裴炎的人，最迟明早，他就会在朝堂上发难。那小的今晚是不是得提前哭一场？你哭也得等我先死。不一定，他若先拿你开刀，也会顺手把我一起埋了。听着真团结。不能再瞒了。你当我想瞒？我命不要了。你占着我的身份时怎么不说这句话？我站着的时候你也没在宫里啊。再吵，我先把你们2个都交出去，省得费脑子。沈小姐才像真监国。裴炎如果只是要揭发一个假太子，他早就动手了，可他一直拖到现在，说明他真正要的不是揭穿阿满，而是借机废除夺权。你的意思是，就算我现在站出去承认自己才是真的，也未必能稳住局面。没错，你现在手里有私印，有脸，有身份，但没有足够的朝堂筹码。说白了，就是他这真太子回来的还不够硬。你倒很懂。不懂也被逼懂了。从现在起，你们必须合作。你继续做明面上的太子，顶住朝堂。你去查裴炎，找足够一击致命的证据。一个在明，一个在暗。对。那我呢？我顶着雷去挨打。不然呢？行吧。我凭什么信他？巧了。我也想问，我凭什么信你？凭现在你们谁单干都得死。好，我去查裴炎。我去拖裴炎。那小的呢？你去别哭。这任务最难。拿着它去找城南旧账房孙博，他会帮你找到证据，去城南行营拿令牌调兵抓裴炎。别死外头，不然我这边太亏。李谦去城南南郡旧县酒楼客商3条线，阿满留在宫里拖住裴炎，稳住皇上病中局面。说的轻巧，拖裴炎？那老狐狸一张嘴能把我祖宗18代都问出来。你也答不上来。你怎么还带补刀的？够了，阿满，这是明日朝会上裴炎最可能提的问题。李谦，这是相府这些年与地方往来的可疑账目。那小的呢？你负责传信、遮掩、救火。也就是说，最累最危险的还是小的。你终于认清自己定位了。等等，还有事儿。宫里这帮人说话有个毛病，越客气的时候越想害你。以后你若真回来，记住谁越夸你，谁越得服。你倒总结的挺快，用命总结的。我知道了，谢谢。活着出来了？暂时。那冒牌货呢？也暂时。你俩没打起来？差点儿。那怎么又出来了？因为现在更该打的人不是他。行啊，长进了，知道分抵我了。此事需详查，孤心中有数。相爷所言未必周全，我为什么不能当个哑巴太子？
因为您现在是会说话的太子，大家都看着呢。那我宁愿重新钻床底。明日朝会，只要你记住一点。什么？裴炎越逼你越不能慌，哪怕胡扯，也要扯得像成竹在胸。这我熟。你要真查出什么，打算怎么办？回宫亲手把裴炎掀了。口气不小。总得像一回太子。这话从他嘴里说出来，比从我嘴里像样。太子殿下，老臣昨夜听闻一件奇事。晚辈受沈姑娘指点，前来求助。令牌呢？进来吧。你长得还真像。不光像，他本来就是。姑娘，这种话屋里说。这是南剧灾银流向的抄本，正本早被人做了手脚，但我当年留了个心眼儿。这里面的配注是相府的人手笔？不止，当年太子几位启蒙老师被调离，也都和相府脱不了干系。也就是说，这丞相不光贪钱，还管你小时候怎么长。对，他不想让我成为真正的太子。李公子，我托客商问到了，南郡去年赈粮少了整整3成。我替你抄好了几份口供，万一原件被夺，至少还有配份。相府的车队最近频繁往城西仓长去，8成还藏着别的东西。多谢诸位。你以前帮我们说诗解围写状纸，我们帮你一点，应该的。看见没？你现在也不是只会喊身份了。孙伯，你整理账册。掌柜，你继续盯车队。书生，口供分开藏。我要的是能一击致命，不是捕风捉影。你现在说话真有点像样。我以前是不是很不像样？不是很，是特别。民间近来传闻，有人与太子殿下容貌极似，甚至逢人自称储君。此等流言，若不早处，恐伤国本。民间疯子多，相爷都要逐个管。若只是疯子，自然无妨。可若有人借此生事呢？那便查生事的人，不是查长得像姑的人。相爷最近对像姑的人倒很上心，莫不是怕有人比你更了解姑？要不要跟？跟。太子殿下近来性情大变，旧物旧事多有出入，老臣斗胆，请殿下为满朝解惑。解什么惑？殿下是受了惊，还是另有隐情？相爷这话有意思。姑变好了，你不夸；姑会做事了，你不喜；姑不像从前那样任人拿捏了，你倒满腹疑问。怎么，相爷就这么怀念从前那个好摆布的太子？殿下慎言。相爷慎心。各位大人也都听听，姑从前软，你们说储君无能；姑如今敢说话，你们又说性情大变。那姑到底是该像个废物，还是像个人？老臣只为国本。那就更该查真正祸国的人，比如谁在南郡灾银上做手脚，谁在盐务上拖百姓后腿，谁一门心思盯着太子，像不像从前？相爷要不要顺手也给自己解解惑？殿下，您刚才那架势，小的差点以为您要当场废了丞相。我倒想，可惜我只有嘴没圣旨。你今天把他逼急了。他先逼我的。逼急也好，越急越容易露底。那你说，我刚才像不像个真太子？像个会惹祸但惹得很直的太子。这帮人搬的是什么？若我没猜错，是账册，或者银。裴炎比我想的还贪。你现在总算找到一个比你以前还不像样的人了。小姐，这个小玩意儿是谁送的？前几日去庙会，太子阿满送的。小姐，您在想谁？
太子还是真太子？小麻烦，两个都麻烦。一个是名正言顺，一个是阴差阳错。一个本该是太子，一个却偏偏活成了更像太子的样子。真会给人出难题。听说你在想事？殿下夜闯女子内室，不太妥当吧？你去我那时候你也不说这个，我就问一句：如果都活下来，你会选谁？现在问这个，不合时宜。我知道，就是越快没命的时候，越想知道点甜的。我现在不选谁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们谁都还没赢，先救天下这盘棋，再谈儿女私情。行，不愧是你，连拒绝都这么像下旨。我问你个事儿。什么？要是以后你真回宫当回太子了，还记得你在外头怎么活过吗？以前我不懂，现在若还忘，那我就活该再丢一次。记住你这话。你呢？我什么？若我真回去了，你会不会？不会。你又答这么快？怕你误会。阿满，明日起你继续拖朝堂，李谦那边的证据一旦齐，我们就不等了。那我还有机会知道甜的吗？有，活下来再说。这算不算一点盼头？算你别死的理由。不能再等证据了，明日之后，若局势再拖，这太子就真压不住了。传令，备兵。相爷，您这是要逼宫。怎么觉得要出大事了？相府兵动了，禁军有变！来了，真来了！小的就知道这辈子躲不过啊！慌什么？先关门，抢路口，别让他们把人冲散。对，先守住内廷和御书房。您俩说的像真打过仗。我是没打过仗，但我打过群架。攻守上墙，腿快了举手侧门，别管他们喊什么，先把屠刀卡死。可按军法，现在按命法。你们平时打不过街头破皮吗？抢口子堵拐角，护头头，听不懂？殿下，您这法子怎么这么像收债？本质都一样，都是不让人乱跑。楚军身份不明，皇上病重，国不可落入奸人之手，老臣请清君侧。你清谁侧啊？老臣清你。那你挺会挑，专挑最忙的清。让开，否则今日东宫上下一个不留。你吓唬谁呢？我这人没别的本事，就是命贱，越想踩死我，我越蹦。城里起火了！现在怎么办？去城南行营，带兵回宫，希望阿满能坚持住。这次不是为了抢回位置，是为了不让所有人都死。行，这才像句人话。左边他要翻墙，拿杆子捅下来。是。别追远，守口子。沈小姐，您不怕吗？怕也得站着。黑岩谋逆，证据在此，黑岩谋逆。住手！黑岩结党营私，侵吞灾隐，操控东宫，逼宫谋逆，证据俱在。两个太子，这什么情况？小的早就说过会有这一天。果然是一出双生妖孽祸乱朝纲。别吵了，我先说。我不是真太子。那夜真正的太子逃宫，我醉倒在外，被侍卫误认抬回东宫。
之后为求活命，将错就错，欺君至尽，此罪认。我占了你的人生这么久，早就该还给你了。就算被砍头，我也认。此人假冒储君，护乱朝纲，当即诛杀。你看，我就知道，早说了，演到这儿得掉脑袋。殿下，哦不，阿满，小的舍不得你。别哭，哭得像给我超度。他不能死。真正的太子殿下，此人夺你身份，你竟还要保他？夺？若不是他，我今日或许还只是个只会喊我是太子，却连百姓怎么活都不知道的废物。他占了我的位置不假，却也替我挡了本挡在我身上的刀。你这是在夸我？你闭嘴！先别急着杀他，先杀该杀的人。裴炎，这些年你做的账够不够你死100回？南郡灾银缺3成，延误回靠层层转手。太子幼年启蒙师傅调离，与相府密线往来。你不是为国本，你是要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太子，好让你自己做摄政的影子皇帝。胡言！这些东西都是伪造。口供在这儿，人证也在，你还装？继续说。父皇，儿臣这些年无能，非全因天性，有人故意让儿臣远朝堂，惧鲜血，怕担责。儿臣是废过，但不是天生该废。朕竟一直未查。即便如此，假太子也是死罪。他有罪，我认。可若不是他，我未必能站在这里接你的罪。这些日子，谁在真正做事，谁在借国本谋私，诸位也都看见了。这人说起场面话来，比我像太子多了。您现在还有心情评这个？禁军何在？拿下这2个妖言惑众之徒！相爷，不，末将只听皇命。裴炎，逼宫在前，贪墨在后，你还想听谁的命？皇上，老臣冤枉啊！你可别喊冤了，你再冤也没我冤。好好一个混混，被你们逼成监国太子，我跟谁说理去？你们以为这就完了？对你完了。李谦，你来说。裴炎结党营私，侵吞灾银，私调东宫教习，煽动禁军，逼宫谋逆，桩桩件件，证据确凿。国有国法，任何人犯法都要受到法律的制裁。殿下，你以为你赢了？若非这冒牌货替你活过一遭，你还不是？是，若非阿满，我不会知道百姓疾苦，也不会知道自己过去有多可笑。可正因如此，我今日站在这里，才更知道该杀谁，该留谁，该守什么。这回不用人夸，他是真像样了。你呢？我像个差点被砍的功臣。朕这些年对你失察，儿臣也确实无能过。以后呢？以后，儿臣会自己把该担的都担起来。至于你，这草民罪人，您看着挑一个叫法。你胆大包天，欺君犯上，按理该死。臣也这么觉得，但按理后头一般是不是还有转折？有没有转折，明日再说。还待分期宣判的。您真要走？不走，等着明天被砍的时候，至少穿得体力点。阿满，小的以后会常给您烧纸的。你别哭得像我已经埋了。再说了，我这辈子能吃过御膳，骂过丞相，当过监国，死了都算装。准备好了？差不多。你昨天说活下来再说，看来今天说不了了。未必。阿满，臣认罪。你欺君是真，搅乱东宫是真，冒名顶替也是真。是。但你查账、断案、稳朝治、护东宫也是真。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自今日起，撤去一切东宫身份，封你为民情司行走。这官是大是小？
不管大小，反正不是死啊！官不大，事不少。你不是最会看人、最懂百姓吗？那就去替朝廷看看，这天下到底还有多少人吃不饱、穿不暖。臣领旨。从今日起，东宫由你自己管。是。你们皇家开口闭口召见，就不能提前打招呼？你怎么还是这么凶？不然呢？你当回太子，我就得给你行礼啊。那倒不用，快跟我去见父皇吧。那我们这婚约，你还想得挺美。我就是问问。先把你的差事做好，至于别的，看你以后还有没有本事继续让人刮目相看。这是不是说明我还有机会？算你想得美。那我就是还有机会啦。好啦好啦，先停一下，大家都看着呢。好